iOS 8.2已经进到 Beta 4咯，我自己呢真的是非常期待最终版出来耶，因为我现在正在玩那个 emoji 生成啊，真的是玩的不亦乐乎耶，就真的还蛮好玩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看 iOS 8.2 Beta 4有哪些更新吧。那首先呢，我想要现在讲一下这个 emoji 生成的一些心得哦。我自己呢用了一阵子，我觉得它不能做一些很复杂的图案，什么圣诞老公公在抽烟啊，还是什么妈妈在打小孩之类，这种比较复杂它就没有办法。但是其实它没有切题不太重要，因为它有时候会生成一些很好笑的图案，就像这种莫名其妙的图案。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它出现的东西如果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今天觉得这张图案很好笑的话，你就要赶快把它存起来，因为今天你一离开之后，它就是整个重新洗掉。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真正可以解放 emoji 的程式还得要是 iMessage。为什么呢？因为 iMessage 它可以叠图，就例如说我今天想要用贴图回应对方的话，我可以直接把它拉上来，然后就直接叠在上面。这个不是很明显，我可以再挑一个，例如说这样子贴上来，它就直接叠在上面。而且你可以叠在任何地方哦，就是对方的讯息啊什么的，就乱贴，然后它连讯息都可以贴，你甚至可以把它整个讯息挡起来，就很好笑啊。当然它玩法非常多啦，例如说你今天把它当成纸娃娃啊，或者是你要在对方上面加一个蝴蝶结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台湾比较少人在用 iMessage 啦，所以大家之后这个功能开放就可以发挥你们的创意来自己制造图案咯。那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到备忘录里面也可以用 ChatGPT 吗？那我老实跟大家说，我是完全没有用这个功能的，因为我现在 ChatGPT 都是用电脑的网页版，那手机上面这么小一个画面，你要怎么样去写一大篇文章是比较难啦。那跟大家预告呢，就是接下来我会做一部 ChatGPT Canvas 的影片，因为我觉得那个功能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今天要编辑文章什么的，一定要用到 Canvas， 所以大家有在用 ChatGPT 的话，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邮件 App， 就是 email 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形式变了一个样子哦。上面这边是分类，有没有很像 Gmail？ 其实就是很像啦。那这个分类呢，它会自动判断，例如说它是关于购物的啊，还是它有一些更新啊，还是说有一些促销之类的活动，它都会分类在这边。那这个呢，它是自动判别，所以我多少心里还是有一点担心说会不会漏看一些 email 之类的。所以呢，这个功能其实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打开，就是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个 List View， 它就会改成原本的那种形式了。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左边这边新增了对方的大头贴图案。那这个图案呢 ，Beta 3跟 Beta 4是有一点改版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差别。就是在图案的部分呢 ，Beta 4它把这个方形改成了有点圆角的感觉哦，就是整个又更像 Gmail 了。不然像原本呢，它其实是正方形的图案啦。那如果是联络人的话，其实它就会有这个圆形的大头贴，所以就可以很快的分辨出来哪一个是你的联络人这样子。那关于这个分类功能呢，我还是要再观察一阵子，它到底准不准哦，不然现在还是会有点怕怕的。那除此之外呢，现在 email 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就是我们平常在桌面这个 mail 的 app， 它上面不是会有一个红点吗？有13000个 email 没有读，那这个数字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烦，有没有？就一大串。那其实你可以让它只显示比较重要的 email， 这样子，就是一些不相关的还没有读的邮件，它就不会算在这个里面。那要怎么开启呢？就是到设定里面，那我们去打开邮件的选项。然后我们到通知，通知最下面呢有一个客制化通知，它这边就会让你选说你是想要全部的未读邮件都显示在上面，还是你只要优先的邮件显示就好。那其实我那个13000的数字是已经过滤过了，那如果我开全部的话就15000这样子，所以就是减少了只有2000封，好像没有什么差别耶。但是如果你今天邮件不是像我这么疯狂的话，应该会比较有感啦，因为我是基本上就没有在清我的 email， 它就自动变成这样，就是无限的繁殖这样子。你们大家都是怎么整理 email 的？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去干嘛，但是我的好像特别疯狂，所以其实平常我都是把这个红点关起来的啦。一样在 mail 这个选项里面的这个通知啊，里面有一个 badges， 把它关起来，它就会消失了。因为我现在都要测试 AI 功能，所以设定成英文的。但如果刚才这个选项啊，中文的选项叫做标记，就是如果你不想在桌面看到那个红点的话，就可以把标记关起来。那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预设 App 现在被整理在一个设定的表单里面。那预设 App 是什么东西呢？例如说你搜寻引擎啊，或是 email 的预设 App， 你真的用不习惯 iPhone 内建的 App 的话，那你就可能会去设定成 Gmail 之类的。那这些选项现在都整理在哪边呢？就是在你的设定里面滑到最下面有一个 Apps，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就是这个 Default Apps。点进去，然后例如说你这边 email 啊，你可能比较常用 Gmail， 那你就可以点进来，你可能有下载那个 app，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选择，或者是说你的讯息 app 是哪一个，还有通话过滤的 app， 我自己是用 Whoscall， 然后我也有买付费版，还不错。然后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网页浏览的 app， 可能有些人比较习惯使用 Chrome 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调整。然后这边还有密码跟键盘都可以选择。那搜寻引擎呢，它是要在另外一个地方调整，就是在 Search 这边，就是搜寻这边就有一个搜寻引擎的选项。
你就可以进来选。它里面有 Google、Yahoo、Bing， 然后 DuckDuckGo。跟这个我没有看过的 Ecosia， 所以如果大家习惯不同搜索引擎的话，就可以来这边改哦。那下一个这版的新功能呢，就是关于相机控制按钮，它一些更细项的设定，你可以直接在相机的设定里面，这个相机控制里面的最下面呢，会多出这个辅助使用的选项。那这里面有哪些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哦。例如说，在手势的部分，它也可能有分轻压或是滑动嘛。那如果你不习惯用哪一个手势之类，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关起来，就完全不会去触发那个功能。因为有时候它是真的蛮灵敏的，可能就会误触之类的。然后它这边呢，还可以调整你轻压的力度哦。例如说，你要轻一点啊，或是重一点，也可以选择，这还蛮酷的。因为它双压不是可以打开相机嘛，你就可以选择说，你这个双压是要更快还是更慢。然后它还有分双轻压跟双重压这样子。那老实说，这个相机控制，我觉得在拍照的当下，我个人是没有在使用，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因为你手指在那边压啊，它其实就是有点不太直觉，我必须要说，就是我可能比较习惯你直接在荧幕这样调整嘛。然后如果你是用这个调整的话，例如说你回上一页还要再压一次，然后再去滑动什么的，我觉得就有点麻烦啦。这个我之前好像也讲过了，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更新。那 AI 的部分呢，其实 Beta 4就没有更新啦，就是还是跟上一版 Beta 3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电量的部分哦。就是我自从更新 iOS 8.2的测试版以来呢，电量表现都非常的糟糕，就是真的掉超快的。就我也没特别干嘛哦，然后就掉很快，一天要2充各位。然后每次我打开手机，就不知道为什么剩20几%，就真的蛮常需要充电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电量，这边好像看不太出来，但是就真的我觉得我充电的频率还蛮高的，比以前高的感觉。那再来下一个呢，我们来看 iOS 8.2的正式版有可能在几月几号推出。Beta 4是在昨天，也就是11月20号美国时间推出的。那最有可能推出正式版的时间呢是12月2号或者是9号。那台湾时间有可能会是3号或是10号的凌晨。那其实也快到了，就是大约2个礼拜之后。那到时候呢，我们当然也会第一时间来做正式版介绍影片给大家看哦。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什么很重要的功能加进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了，因为我觉得那几个 AI 功能其实就蛮大的。而且现在有很多东西其实都蛮不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那些像是 emoji 的功能啊，或是 ChatGPT 的功能这样子。尤其是 ChatGPT 接 Siri 那个功能，其实对英文的使用者来说是蛮重要的功能哦。所以大家如果真的等不及要玩这一次的 AI 功能的话，也可以在更新之后先切到英文那边去玩玩看。那其实蛮麻烦的，就是你切回中文之后，那些 AI 功能就都不能用了，这样子，就是连 Siri 都不能用。那中文的话呢，就是最快应该是要等到明年的4月才会在 iPhone 上面可以看到中文化的 AI 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咯，大家有没有最期待哪一个功能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咯，拜拜。